大家好，这里是猿猫说，咱们一起看看世界的变化，聊聊你我的生活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一篇文章。这2年，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，00后终于开始大规模进入职场了，但他们进入职场后的第一反应不是我要奋斗，而是好像已经看懂了结局。他们进了互联网大厂，却很少再幻想逆袭，拿着高薪却开始计算时薪，甚至有人在入职前就已经在考虑怎么离开。今天我们聊一聊，为什么这一代的年轻人一上班就显得这么人间清醒。很多00后毕业时还是把大厂当成第一选择，比如这里提到的一位女生，化名小叶，商科毕业，本来想去做金融行业，但岗位收缩得太严重，最后她转向了互联网公司。大学后的3年，她几乎一直在各大厂实习，履历非常漂亮。毕业那年，她同时拿到2家头部公司的 offer， 还被分配到南方城市去。那一刻，她真的觉得自己赢了。但正式入职后，感受就完全变了，因为她做的是大厂的运营岗，听起来很体面，但本质是持续对接客户，处理需求，解决各种细碎的问题。工作难吗？不算。累吗？也真的非常累。工作量和实习时期完全不是一个世界，除了吃饭睡觉，他几乎必须一直在线。最讽刺的是，他后来发现出差坐飞机反而是最轻松的时间，因为那2个小时他可以名正言顺地不回消息。有一次他算了一下，如果按真实工作时长换算，那么他的时薪可能还不如咖啡店的员工。高薪没有变少，只是时间被无限拉长了。但是也有人在门口就选择离开。另一位00后甘南，211大学毕业，小语种专业，通过7轮面试拿到家乡大厂的 offer， 父母觉得这是份完美的工作，稳定体面，收入不错。可他研究岗位后发现，所谓的运营顾问其实就是电话销售。他自然意识到一件事，顶着大厂的光环并不代表工作本身就有成长。更让他焦虑的是试用期的淘汰机制，很多公司会用绩效改进计划，看起来是在帮助员工成长，但很多人把它理解为一种合规的淘汰流程。他最后决定放弃入职，后来他去了一个只有100来人的小公司，做独立站运营，工资没有那么耀眼，但能够接触广告市场投放。他说了一句话很典型，比起头衔，我更想知道自己在变强。你倒别说，他有他的想法很多80后以及90后会觉得奇怪，00后明明还很年轻，为什么会对世界这么悲观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因为时代变了，互联网公司已经过了疯狂的扩张期，晋升通道开始变得拥挤，大量工作多年的员工还卡在原地，有的人读博，有的人考公，有的人准备重新读书。而与此同时，公司开始大量使用实习生，对企业来说，这是更低成本、更灵活的劳动力。于是很多00后的真实处境是，前面是升不上去的前辈，后面是更便宜的后来者，你既不稀缺也不稳定。80后90后确实大部分还是比较乐观的，尤其是在刚毕业那一会儿，总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。其最主要的原因是80后和90后的父母很多是50后和60后，这个代际差异非常的大，所以留给了80后和90后很多的空间，也是这批人就是比较乐观的原因。因为面对的是一片还没有开垦的土地呀。可是00后面对的是一片已经被80后、90后开垦，甚至已经开垦了很多年，或者说的难听一点，就是已经有主的土地。
这也是升不上去的前辈吧，因为80后、90后也不一定个个都能做到那么好。80后和90后还有自己的中年危机呢，但是还有更便宜的后来者。其实实习生从来都有，一直都有。在80后、90后进入职场的时候，实习岗位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为了就是进入正式岗位而存在的，是真的有培训晋升的这个途径的。但是可能现在00后面对的处境是，很多实习生是短期工，就是真的只用你一段时间，然后并不能转正。好，那么很有意思的是，即使吐槽这么多，大厂门口依然排着长队，因为它仍然像是一所职业黄埔军校。有人明知成长有限，但是想进去待几年，只为了履历背书。有个女生连续做了3段的大厂实习，每天通勤3小时，开无数会议，做大量没人看的报告。最后她没留下，回老家当了公务员。他说下班骑车10分钟回家，看见夕阳的时候突然觉得轻松了。后来他才意识到，很多曾经拼命追求的目标，也许只是环境告诉你应该追求。这80后、90后当年的想法是要走出舒适区，拼出自己的人生00后可能然后开始有转折了，是吧？有的人会想要回到舒适区，因为可能看到了很多80后和90后走出舒适区，辛苦了几十年以后，可能遇到的是中年危机，是吧？中年被裁，那还不如停在舒适区呢。这可能真的是很多00后最后宁愿回家找一份工资不高的公务员的工作，也不愿意继续留在大城市做那种996的大厂工作的原因了。他看出了自己只有前20年最有价值。对大厂来说，现在的大厂其实在发生一种变化，传统运营岗位含金量下降，甚至部分开始被 AI 替代，而另一边 AI 研发、算法、产品岗位却在快速增长，机会没有减少，只是从人多就行变成了能力筛选。换句话说，大厂还在，但已经不是同一扇门了。所以对很多00后来说，大厂更像是一个分岔口，有人进去积累筹码，有人提前转向确定性，也有人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其实只是生活。聊到这里，也许大家都会发现这里主要说的是大厂的运营。那么大厂的运营岗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岗位呢？其实很多人都没有进过大厂，所以也没有真正搞明白过这个岗位的存在的价值。因为运营在互联网公司是一个特别宽又特别容易被误解的岗位。简单的说，运营本质就是让业务跑起来的人，他不是做产品的人，也不是写代码的人，而是负责把用户、商家、内容、数据真正运转起来的人。但是具体做什么，差别又非常的大。互联网公司通常有一个分工有产品经理，就是设计、规划和功能，拿一个产品设计出来、规划出来。还有技术岗位，那就是要把这些功能落地，要把功能做出来。还有就是大量的运营岗位，运营是要让这些东西有人用，用得多，还能持续增长。那运营的核心目标通常只有几个字，就是增长、活跃、转化、留存。也就是说，公司已经有个平台了，你要想办法用户怎么留下来，用户怎么来，为什么留下来用户怎么才能多消费、多使用，出了问题由谁去解决，这些大多都落在运营的身上。很多人以为运营就是一个岗位，其实大厂里的运营有好多种分类。比方说用户运营，这是互联网的早期核心，主要面对的是普通用户，日常工作可能包括做活动、拉新客户、推送内容或消息、分析用户行为数据、提高用户的活跃度。
很多时候你为什么会收到优惠券呢？就是用户运营设计出来的。还有就是内容运营，现在平台类的公司有很多这样的岗位，常见于短视频啊、社区电商内容的板块。工作内容呢，包括挑选和扶持内容创作者，制定平台的内容规则，组织话题活动，判断为什么内容会火。听起来呢，有点像策展人，但实际的数据压力是非常大的。而现在招聘最多的是商家和平台运营，这是近几年文科生进入大厂最多的一个类目。他们的核心工作是对接商家或者客户，指导他们如何在平台卖货，解决投诉、规则问题，推动商家完成指标。现实一点说呢，很多时候接近高级客服加数据跟进加销售，这也是很多新人入职后落差感最大的地方。所有的运营工作呢，节奏都非常紧张，经常性的会非常忙。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运营这个工作是耗气血的呢？因为它有3个典型的特征啊。首先呢，它的责任很重，但是决策权却不是很高，因为它有很大的指标要背啊，有很多的 KPI 啊，但是很多规则呢，却又不是你能定的。你需要协调啊，产品、技术、商家、用户、上级，要和很多人交道啊，光这一点就非常的痛苦啊。但真正拍板的人又不是你，他有工作碎片化严重，就是你一整天可能都在回消息啊、开会啊、做表格啊、改方案啊，然后到处救火啊，一会儿有这个事，一会儿有那个事儿，你很少有那种坐下来耐心完整的创造时间。还有就是，其实这个工作的可替代性是很强的，因为很多基础的运营依赖的是执行能力，而不是稀缺的技术。所以呢，公司容易呢就启用新人，用实习生，或者逐步呢用 AI 工具来替代部分工作，这也是运营这个岗位晋升慢的原因。但是其实呢，大厂仍然在大量的招运营岗位，因为它是这个业务的毛细血管。平台当然是需要有人做技术，但是商家并不会自动的成功，用户也不会自动的增长，活动也不会自动的落地，运营负责所有的这些要变成现实。简单的说呢，产品决定的是能不能做和做不做得出来，而运营则决定有没有人用。当然运营也不是完全没有上升空间的啊，因为运营也会需要参与数据的策略啊、增长的模型、商业化的设计、产品的一些决策。那么这类人后期可以晋升为产品经理啊、增长负责人啊、商业化的负责人。所以很多人认为运营是轻松进入互联网的入口，但实际情况是，它的确是一个入口，却不一定是上升通道。它更像是一个十字路口，而且也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就是运营是一个很让人焦虑的岗位，因为这个其实和岗位结构本身有关，非常现实。因为刚进入大厂做运营的时候呢，大部分人都会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成长非常快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，接触到了业务的全流程，每天都非常的忙，好像就很快的在成长。但是这里有一个隐形的陷阱，就是你学到的大多数是公司内部的流程，你可能会熟练的使用公司的后台系统，知道内部的协作方式，然后熟悉整个平台的规则，但是呢，它又非常的绑定平台，这些经验和价值一旦离开这家公司，就可能会缩水。而且技术岗位的优势就是这个能力呢是市场通用的，就是可以迁徙的到不同的公司都差不多。但是基础的运营工作就不一样，很多日常工作都是协调沟通啊、跟进执行啊、做数据复盘、推进项目，这些能力很重要呢，但并不稀缺。
于是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啊，新来的人3个月就能上手你可能70%的工作。当公司需要降低成本，替换高成本的人的时候，替换成本是很低的这样的岗位。那么运营通常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吧，20个执行运营，5个高级运营和1个负责人。那么公司增长快的时候，就会不断的新增底层的执行运营。但如果一旦遇到一些问题，增长会放缓的情况啊，销售突然被卡住的情况下，那么上层的位置就几乎不再增加，就是属于这个负责人和这个高级运营其实会比较固定，而底下的执行运营，他可能就很容易就缩减团队啊，就缩编是吧？所以很多人其实工作几年后呢，就会想去准备转去做产品经理啊，或者转为其他的岗位。这个岗位确实是又累啊又细，然后还容易被替换。而且运营岗位的年龄压力来的呢也很早，因为它非常的依赖精力，就是它有长时间的沟通，非常高频的响应，还有多线程的处理，很多临时救火的工作。说实话，这样的工作真的很累啊，它不仅是体力累，心理也累啊。每天你如果一上班啊，就面对了很多人找你，很多小小的事儿、细碎的事情找你，然后都是紧急的事儿，然后你是那种看似就是干了很多事儿，但是又觉得这些事儿也不是非你做不可的时候，那种内心是一种很焦躁的感觉，就是不安全感，就是我非常的累，但是又非常的容易被替代，就有的时候会严重的怀疑自己的自我价值。这个其实就能直接解释现在的就业体感。这个现象非常关键，也是一部分人中间的很多人，他就是之前提到的有一个人，他不是刚进大厂，孩子刚拿到的 offer， 他想了一下，他居然回自己老家去做公务员了，是吧？因为公务员其实也是处理一些非常细碎的工作，替代性也很强啊。你要说公务员的工作是不是一定就非你做不可啊？大部分的工作其实并不是的，是吧？就是一些琐碎的工作，但是至少他没有那种被利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被抛弃的感觉，是吧？但是在大厂可能不一定啊，掐最新的用啊，掐那个最嫩的一批用，最好用的一批用。中级运营呢，其实是性价比较尴尬的一群人，就是对大厂来说。对公司来说呢，应届生有3个优势，首先就是成本低，同样的预算可以招一个3年经验的人，或者招2个应届生。那么在降本增效的环境下，答案往往很现实。因为基础运营的大量工作就是跟进表格、对接商家、执行活动和日常沟通，这些工作并不需要太多的经验积累，但是需要耐心和执行力啊，新人反而更愿意长期做，而且管理成本更低，应届生通常对岗位的预期没有那么高，也更容易接受加班的节奏，对职级和决策权要求就比较少，对组织的稳定性是有加分项的。那当然啦，应届生可能刚进去还没有怎么样，还没有家庭，是吧？爱怎么加班都可以啊，领导的要求就是最高要求。然后因为没有家庭嘛，所以收入其实不算很高，自己就能过得很滋润呢，是吧？就算你996给我每个礼拜1天到2天的休息，那我那1天2天的放松，我就能满血复活呀，喝2杯奶茶，幸福感就回来了呀。买2个化妆品，是吧？买2个好一点的化妆品，就觉得对自己好了呀。但是有了家庭以后不一样啊，因为还有另一半的期待啊。这时候加班也不行了呀，加班也不能随便加了呀，否则回去不好看呀，薪水也不能拿的年年都一样啊，否则也许另一半也会失望啊，是吧？所以呢，那种3到5年的运营啊，就是公司里最尴尬的人群，因为到了第3、第4年的时候，问题就开始出现了。薪资上来了，你已经不再是新人了，薪资已经涨过几轮了，但问题是你的工作内容可能仍然和新人差别不大。公司就会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，为什么我要花更多的成本，甚至是翻倍的成本去请一个
做相似事情的人呢？你自己的期待值就会改变啊，你通常这个阶段人就开始希望参与决策，拥有一些项目的主导权，有更清晰的晋升路径了。这时候大厂的结构就决定了能给的位置是非常有限的，于是出现了错位，员工想升级，公司却只需要执行。对啊，其实任何公司都是的，不管大厂小厂，不管是那种哪怕是垄断级别的公司啊，那真正的中高层的岗位还是比较少的嘛，不可能人到最后都能上升，对吧？都能晋级。在公务员还有一个，你进了公务员或者进了体制内，你还有一个35岁能不能升得上去的问题啊，不行就只能永远待在基层了。很多运营的职业危机并不是35岁才开始的，而是从第3年就已经决定的啊，太残酷了，真的太残酷了。不过确实是这样，到第3年你就开始对这些工作烦躁了呀，因为对这些基层的工作啊，非常琐碎的工作，其实你做了3年，你的精神压力和那个情绪的压力就已经很大了，你持续了3年下来，你已经很疲惫了其实。然后这时候你其实就很羡慕那个中层或者高层啊，不需要处理这些，有决策权的人哈，有主导权和决策权的那些中层甚至高层，你会发现，他们是不需要做这些琐碎的事儿的。其实他们有他们的烦恼啊，只是对你来说可能确实更向往。聊到这里，相信大家也会看出来哈，为什么人间清醒的都是00后，因为中层和高层已经被90后和80后都攥在手里了，能晋升上去的人都不是普通人了。这时候留给00后的很多就是这种基层的运营岗位，就是基层的可替代性比较强的岗位，这也为什么说他们刚进入职场就开始人间清醒的原因。因为80后90后那时候还是有目标的啊，中层和高层我拼一拼还是有可能的，00后已经看出来了，可能性已经很小了。好了，那么关于这一点呢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收获，那欢迎点赞、转发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